耍花样？使者。 太修罗！太修罗！太修罗这下来了！看好他！太修罗！太修罗！ 上元天庭，朝朝列相，关门之中，坐于中正。有人在竹林里设局，使你们进入演说的迷境。那人应该会在暗中观察你们。竹林茂密，想一览无遗，应该鸟瞰。 县主，你为何会在此处？奴婢本属司院司，负责园院种植，刚给花草换了盆土。方才为何站在栏边？奴婢听到一阵铃铛声，有些好奇，便凭栏查看。你跟这个案子真有缘，每次都能遇到你。县主，奴婢一向循规蹈矩，从未做过歹事。老实人犯起坏来才叫难办。什么花草啊？需要大晚上处理。 这些花草根须娇嫩，若白天移植根本活不了，只能晚上做。装神弄鬼！县主饶命！这些花草里，不会恰好有人参子吧？什么人参子，都只是些寻常花草。你知道白修罗吗？不知道。你都不问我什么是白修罗。 天晚了，太史丞还是早些出宫吧。县主还要躲我到多久？你以为能拦得住我吗？拦不住，但也要拦。好啊，那太史丞，你说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想向你道歉。之前我故意隐瞒，是因为我自以为是，觉得不让你想起来，就是对你最大的保护。 但其实是因为我自己软弱，以为我不敢面对的事情，你也不敢面对；以为我不能承受的结果，你也无法承受。但我错了，我没有办法感受你这15年的痛苦，所以我也没有权利决定你如何选择。你比我要勇敢得多，你应该得到你想要的真相。你不需要道歉，你也没有做错什么。 是因为你能帮我想起那晚的事，我硬把你留在身边。现在那些事我都记起来了，
我已经不需要你。但我需要你。上元夜宴，你借陛下之威将我留在身边。你如此聪明，应该早就看得出我愿意留下，并非是因为那道圣元。裴爷，我可能没有那么多办法将你留下，但我想要守在你身边，仅凭一念。太史丞，不要说大话了。没有谁会一直在谁身边。我爹娘，我师父，都离开我了。尽管他们再不愿、再不舍，死亡也不会对任何人格外开恩。这么多年，我追踪查案，早就明白了一个道理：就算我竭尽所能查明真相，也改变不了任何结果。死去的人已经死去，活着的人依旧痛苦。我劝你离我远一点。我真的是天煞孤星，待在我身边会死的。我不怕死，我怕。我不想再让任何一个人离开我。那敢不敢赌一把？赌什么？跟谁赌？跟天赌，跟命。看看我待在你身边，会不会死？你疯了！小涛，我是疯了吧？见不到你这段日子，就跟疯了一样。我心意已决，这本就是我一个人的事情。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。我做这一切，也不只是因为你。这场噩梦也同样属于我的，我也想从梦中醒过来。如果能和你一起面对，最好。如果你还是不愿意，我也不会放弃的。好，那就赌一把。如果你死，我会替你报仇；如果我死，我会替你报仇，至死方休。先去找武人。县主，怎么了？韩永琪死了。怎么回事？白修罗，白修罗，白修罗，不要走！不要执迷不悟了，白修罗真的庇佑你，你又怎么会被抓？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！与君归西，白修。韩永琪。有没有看到什么人经过，带着弓弩？没有，我一路过来，一个人影都没看见。韩永琪死前丝毫不怕，完全没有躲避弩箭的意思，说不上来是种什么感觉。虔诚。对，就是虔诚。这弩箭是经无畏所用的制式，射程最大在10丈左右。我沿着弩箭射来的方向去找，或许能找到凶手的踪迹。哎，天黑不知竹林里什么情况，不要独自行动。你和太史丞一起。好。你们和好了？你守在这儿，我四处看看。是。方才我从假山那边来，
就是在这附近跟五人遇见的。按潘永琪倒地的位置和箭矢刺入身体的角度，弩箭确实是从这个方向射出的。而且你们两人从两个方向相向而来，没道理连那人的影子都没有看到。太史晨留在此处，我去。小心。找到了。中箭而亡，没有中毒，也没有其他外伤。金无畏武器管理严格，外人很难拿到。凶手是金无畏，可既然要装神弄鬼的杀人，为何又要暴露身份？空营白修罗，他一直被绑着，何时放进嘴里的？这张符纸涂过了，不会被浸透，应该是去祭坛之前就含在嘴里了。他知道自己会死。要是我再警觉一点，潘永琪就不会死了。他若有意赴死，你防不胜防。这铃铛是？那人给你们设局的方法，从你们进入竹林开始就已经入局了。夜晚竹林本就近明阴森，竹枝稠密，竹叶蔽月，让人很难辨明身在何处。之后，那人用铃铛声吸引你们的注意，让你们精神紧张的同时，会有未留意声音的异常，从而会令其他感官放松警惕。最后，你们到祭坛前，用不断旋转的风轮，使得你们彻底被那人带入眼术阵法，迷了心智。太凶了！我记得，就是潘永琪跪在祭坛前喊了那声白修罗之后，我和老大就看到了鬼影。他是设局者。不，他的反应和我们相同，更像是一个入局者。只是他对白修罗的盲目崇拜，加重了眼术对我们的影响。那句话，恰好成为最后推我们入局的关键。这些铃铛是系在竹枝上，风吹后发出声响，但那铃声十分急促。竹枝上确实系了一些铃铛，但不止如此。是一只被居服困住的黄大仙。那丛竹子挂了不少铃铛，黄鼠狼挣扎时会令竹枝晃动，从而间或造成急促的铃铛声。我把它放了，他还拿屁熏我。这网是怎么缠住黄大仙的？这是捕兽用的居符，只要把吃食放在里面，黄鼠狼走近，踩到连接机关的线绳，机关弹开，线绳就会收紧，将黄鼠狼缠在里面。这种东西在宫中确实少见，轻巧隐蔽，几片叶子便可将其遮掩起来。这凶手的花样可真多呀！弩箭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但杀人的是竹子。丙申57，潘永琪头盔里的编号也是这个，他是被自己的弓弩射死的。这种箭竹韧性极强，用足够的力量往回拉动扳机，射出弩箭。这个洞口找的真是合适，放置的人也很了解这把弓弩，足够稳定，才能射中目标。这个季节的竹叶易落，顷刻之间便能掉落一地，从而遮盖之前的脚印。
了你，不是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是鬼！人比鬼更可怕，不是吗？叶平安，你叫姚真是吧？万国香的暗胚，你们想让我自己杀了自己，利用我的心急，我的软肋，好手段啊！可惜了。别杀我！我求求你不要杀我！我求求你，我求你别杀我！怎么样？鬼门关走一遭的感觉如何？说说吧，为何用易容之术骗我？我们作为暗胚，都是身不由己。他拿我小妹的命要挟我。他是谁？是花娘，万国香的花娘。现在要把我怎么样？送去官府吗？冤有头债有主，若我这女鬼高兴的话，你小妹也能回来。老来俏，真是宝，谁人不知其中妙？好在救出了姚真的小妹，送他们离开了圣都。再晚一步，姚真都难逃毒手。现如今线索又断了，不算断，有人处心积虑的想杀我，说明他怕我。有我在世上一日，他心里就始终不得安生。你要做什么？再查御史案。饿不饿？我给你买了油炸糕。你去柜子里拿。你这是做什么？我这是做什么？我要牢牢记住你这张脸，我差一点就见不到你了。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？以后你天天都能看到我，好不好？你这眼底的乌青，一夜都没睡吧？快去睡吧。我不睡，我怕我若睡了，一觉醒来你又不见了。不会了，霓裳，我背负了愧疚10几年。这些年以来，我解开了很多人的心结，却医不好自己的。可是很奇怪，当我从悬崖边回来的那一瞬间，压在我心口许多年的巨石
好像一下子就放下了。还有就是，一想到有人竟然利用我的心疾来杀我，我就很生气。我绝对不会让自己再受制于心疾。你又把明渊信拿出来了，愚公所写，我们都知道怎么回事，这再看也看不出什么呀。你看这句：“三思吉日以奏上而定案。”这回我也经历了三思推事，需核实的有物证和口供。当时的证物除了他们栽赃的赃银，最关键的就是海一平伪造的灭口函。可是按照明渊信上来看，于前并没有认罪。三思大案都是由先帝裁决，于前不认，这才上奏。先帝定谔后，才将于前押送诏狱。这都依了章程，也没什么问题啊。吉日，吉日，就算这回海一平迅速认罪，这三思推事也用了3日之久。可于前不认罪，为何三思吉日就上奏，急于定案？这不合乎常理啊！如果大胆点想，三思内也有人被收买了呢？平安，会不会是我们太多疑了？或许三思真的是被蒙骗，认为灭口函罪证确凿，便直接上奏定案呢？你说的也在理，不过，哪怕有一丝可疑之处，我们也不能放过。这样，明日我们再去打探一下，当年三司主审官员分别是谁。于前和遇难的女子已经得到了证明。你为什么还要过问当年的三司主审是谁呀？御史案虽已翻案，但当中还有疑点。当年三司为何只审了于前1日便上奏而定案？叶新一，你为于前谋求公道，我从心底里佩服你。若是当年三司当中有人有问题的话，那圣上为何不追究？你想过吗？孙公，我想问你，若是于前发现自己的好友参与了此案，他查不查？他自当是得查。若此案牵涉高官，他查不查？查。哪怕牵涉内廷，他也敢查吗？叶平安，你别胡言乱语。哎呀，孙公，你只要回答我，若是于前，他敢不敢查？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当年御史案的三司主审，有2位已经接连离世了，现在只有御史大夫卢维还在世。我听说，此人为人清正，对于前有过照拂，后来致仕离京，我并不知去处。这么说来，哪怕那封灭口函瞒过了众人，可与于前相熟的卢维，也应该对此事存疑。孙公，若你在他的位子上，你会如何做？物证即使是确凿，我也能以于前未认罪的名义，拖一拖再查。仅凭臆测，你就断言这三司主审官中有人有问题，所以才要找到当年的御史大夫卢维。他当时的态度的确让人生疑。平安，
官场复杂，于谦当年为人耿直，说不定得罪了人他都不会知道，或者卢威觉得于谦一直觊觎着自己的位子，又或者这中间牵扯着派系之间的利益斗争，所以他才没有保于谦。你说的都有道理，但只有找到他，才能知道答案。玉石案已经翻案了，女子的清白，于谦的证明，你想要的一切已经实现了，为什么还要再继续查下去？不如你找个清静的地方先避一避，待我将手头。你想让我走？你刚刚脱险，为什么又要将自己搅进这浑水之中？你觉得你有几条命够自己折腾的？行，我知道了。今日就当我没有来过。禹安县，卢威致使归乡后，他回了禹安县。谢谢。围着小马转圈圈，好，真好。围着这转啊啊！哎呦，这儿，这，哎，老爷子，你可真有福气，年纪这么大了，身子骨还这么硬朗。就是啊，你们卢家儿孙满堂，真让人羡慕啊。阿王仁善，为官时清正严明，又多为百姓上言，自是有福之人。是啊。多少年前的事儿了，还提那些做什么呀？杜老爷子就是谦虚啊。好，阿翁，饭快好了，来吃饭吧。哦，好，走，吃饭吧。我来吧。走了。哦，走，吃饭去了，果果。把这看好了，我出去办点事儿。放心吧。走，放你到巡查。是。快！别怕，剑上去了毒。我能替你报仇。告诉我，要杀你的人是谁？是宫少。等等，来，这些带上。哎，路上慢点儿。阿王放心，我们走了。哎，来，跟太翁说再见。哎，哦，好乖，好乖。走吧，走。哎呀，把我曾孙抱稳喽。哟，孩子，你这是出什么事儿了？老婆，我本是要回乡探亲，可路上遇到了劫匪，被抢了盘缠。我能不能在你这儿借宿一晚？能。哎呀，可怜的孩子，来，快，你坐这歇着，我给你弄吃的去。
是不是很惬意啊？在这边吹着风，仿佛一切都安静了下来。你要是心情不好的时候，随时可以来这里，来感受这里独有的宁静。好。孩子，你在这儿安心住一晚，明日我给你些盘缠，让你回家。你家住哪儿啊？通泉县。通泉县，怎么这么耳熟？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让我想起了一位故人，他的家乡也在通泉，那离这儿很远。姑娘，你被劫了道，最好还是去报个官。我不想报官。为何？我恨当官的。多年前，我姐姐就是被当官的掳了去，后来宅子起了大火，差点被烧死。再后来，她又被人逼迫的跳了悬崖，死了。阿姨阿娘千辛万苦的养大姐姐，却传来了这样的噩耗，这谁受得了啊？你说，我还能相信当官的吗？是啊，这的确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了的。哪儿呢？就那儿。哎呦，怎么跟赶不走的苍蝇似的？这……哎呦，武将军，武将军，你怎么又来我这儿了呀？这盐你可都是亲自验过了，不会没完没了吧？公司是不必担心，我不会再验了。啊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因为不必再验了。这是监管东桥仓的小吏和一些私盐贩的口供。最近我查到一个人，此人平日里负责看守盐仓，姓赵，名卜。他将官盐从这东桥盐仓偷运出去，埋在近郊，再由私盐贩将其取出。只可惜这个赵卜啊，嗜赌成性，赊了账还不起，便铤而走险，将这些盐都揣进了自己的腰包。可这纸终究是包不住火啊！怎料此事败露，背后的人便要杀他灭口。公死时，你猜我有没有救下他？老伯，还没睡啊？啊，睡不着啊。都说人越老越糊涂，我怎么年岁大了，过去的事儿反倒记得更清楚了。你这是烧给谁呀？不知道啊，我也不知道。怎么了？有人要杀我！啊？谁啊？谁要杀你？你什么人？
为什么要追杀这位弱女子？她可不是弱女子。陆威，你知道她是谁吗？她与玉石案有关。滚开！要不然连你一块杀了！闪开！住手！给我住手！你们还想怎么样？他当年下令灭口了多少女子，又强逼着三司定案，害死于谦一家老小。他武有敬做的孽还不够多吗？为什么就不能放过一个女人？你要杀她，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。你跑啊！快跑啊！我不用跑，你也不用死。到底是什么人？公司使，非要我把话给挑明了，就没意思。吴将军，你别诈我！什么赵捕、张捕的，这没这么个人。现在此人就在我的手上，你若不认，那便随我到圣上面前辩个分明。啊，吴将军，去不得，万万去不得呀！哎呀，事到如今，我也不得不说了，我一直让你别查，这不只是为了我自己，这也是为了你呀！我离开圣都这些年，没想到还发生了这么多事儿。我原本以为你跟他们一样，可刚刚你肯为救我而死，证明你并非狡诈贪婪之辈。可为何当年你却匆匆给于谦定罪？这天底下做父母的，为了自己的孩子，有时候本官身为御史大夫，掌邦国行宪典章之政令，自当是有冤者伸其冤，方可下无愧于黎民，上无愧于君主，绝不能贪污受贿，冤枉好人。于谦乃是朝之脊梁，我岂能违背道义去压垮这条脊梁？是在千牛卫当差吧？哎呀，一日他醉酒下朝，奸污了一名宫女啊。而承其家风，为人清正，绝不会干此等卑劣之事。没有吗？我怎么觉得有啊？这人一旦有了软肋，到时候你不想犯错都难呐。于谦，我打心底佩服他，可他的下场如何呀？他的家人又如何呢？即便有再多抱负，也是枉然。于谦是个直臣呐，可这世上又有几个于谦？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无颜面对自己那身官袍，便辞官归隐了。没想到此案的背后，从一个县尉到王公贵胄，牵涉种种，竟如此复杂。孩子，我老了，生死不过几年，可你还年轻啊。你听我一句劝，放下过去，别再去找武攸敬，他不是你能惹得起的人。
千万别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呀！海公受苦了。康平王亲自来看我，我便知这里就是我的葬身之所了。终于，还是走到了今天这一步。是啊，以死期换死期，本就让人意想不到。你是待我受过。当年，你替我去通泉县笼络度量，就是要把通泉的盐仓握在我们自己手里。此事没什么好后悔的，你的沿路之棋也已经成功大半了。李氏一派指望太子上位，蠢蠢欲动；圣上又打压世家，提携寒门。若有一日圣上了薨，我武氏一族拿什么跟他们争？盐乃国脉，把它握在手里，才能保我武氏根基。康平王要我接下来如何做？还请直言。我会上书，力保你的家人，不让他们受到你的牵连。我明白了，那叶平安见微便能知住，是个乱局的祸害。无论如何，绝不可留。平安，我看你思绪不宁，身在圣都，却好像被囚于牢笼之中。你应该出去走走。于我而言，哪里不是牢笼？还一拼自尽了，但我总觉得这背后还有什么。这御史案结案也没彻底打消他的疑虑，他还想追查盐的事儿，恐怕迟早会生事端，还请康平王早做打算。父亲，叶平安要设法除掉，他迟早会查清御史案。此事我们不便出手，不如用酷吏这颗棋。御史案，难道这一切都是你做的？现在你还要杀了叶平安？康儿，没有规矩。你告诉我什么是规矩？我刚从宫上那儿回来，你猜我查出什么了？本来我一直以为，在背后私盗官盐的人是李宗旭。咱们胡家明明家业昌盛，你为何要这么做？为什么？兄长，你一直念叨金元之战，多少人尸骨成山，就是因为李氏把持政策，怂恿官吏从中作梗。你愿意让这种事情重演吗？不管政仓在谁的手上，如果这天下皆是清官良臣，这种事就绝不会发生。还有，你做的这一切根本就不是为了你儿子，只是为了你手上的权力。为了权力，你竟然可以盗取官盐，结党营私，炮制御史案，害死那么多人，做出这种伤天害理、天诛地灭之举。你是我武氏子孙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你能当大将军，
刚出生就比别人高出一个台阶，都是因为你姓武。